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把中方的警告当耳旁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政党级会谈触及军事交流，后果非常严重。8月27日，台湾地区以日本的2+2安全对话按计划举行，它的主要议题是围绕着如何应对中国大陆在台海地区以及南海、东海的军事举动。出席交流会的民进党立委透露，军事议题是当天会议一项最重要的议题。那么接下来，台军有可能以日本自卫队进行相应的军事交流，甚至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参加此次会议的日本自民党的重要人物佐藤正久在推文中提到，美日台三方将在海上巡逻这个层次进行共同训练。台湾地区当局以日本可能先行推动海巡的共同合作，双方还谈及了解放军战机在台湾的西南、西北等海域，以及日本的某些海域上空出没的应对情况。日本明确表达了将增加防务预算以应对中国大陆。日本自民党这次主动提出与台湾民进党搞政党的2+2对话，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企图安抚台湾当局。他凭什么安抚台湾当局？其实是替美国来安抚。毕竟美国在阿富汗紧急撤军的时候，抛弃盟友，抛弃他一手扶植的阿富汗政府的做法，让台湾岛上的很多人感到了非常的凄凉，感到了寒心，抱美国大腿还有没有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自民党虽然不能够代替美国，但是也可以送上一点点的所谓温暖。日本一方面鼓动美军用武力干涉台海问题，另一方面要给台湾地区当局的领导人足够的信心，与武俱统，其用心是极其险恶。日本当局干涉台海的野心，可以说通过这样的举动已经暴露无遗。而且日本政府的一些官员近期不断释放出干涉台海事务的信号，包括日本首相菅义伟、副首相麻生太郎、日本防卫相等等，都表达了关切台海问题，甚至准备武力介入台海的一些观点。菅义伟甚至以保护冲绳为由，提出了干涉台海事务的概念。日本还有在琉球列岛部署导弹的计划。那么这些导弹对准谁，可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显然，日本的某些政客已经把台海冲突看成是事关日本存亡的所谓的危机事态。日本政府高官的这一系列表态，在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之后改由执政党自民党来出面，以台湾地区的民进党进行所谓的政治交流。表面上看好像降低了敏感度，实际上依然是对台独势力的鼓励。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不会甘心让中国顺利的收复台湾，接下来他们还会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这方面加强和台湾地区的交流。那么这样的举动和严重事态，我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有所反应。中国外交部已经对此提出了严正交涉。那么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反击措施。那么除了外交层面的抗议之外中国大陆还要在军事层面对日本的可能干涉做出相应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神圣使命的时候，必须考虑美国的干涉因素，同时还要重点关照日本的冒险。那么一旦外部势力敢于干涉台湾事务，那么这些外力必然会遭到我们强烈的反击。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